各位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晚上是大哉问讲到第18讲了，不知不觉已经回答了将近180个提问了，也算是不少啊。不知要讲到第几讲啊，也不知道要讲到何时啊。好，这是未来性不可得，所以无法预知，只能随顺因缘啊。有提问就答，没提问就免答啊。我这个电脑里面呢，收集了将近350个提问但因为有些提问是针对不同特定的志工团队，所以还是要经过筛选否则会不对机啊。各位线上同修，如果有疑法或疑问也欢迎能够透过我们的 LINE 的这个社群呢来提问我们有成立一个社群的群体，社群的这个 LINE 大家可以在里面提啊。那个时候我就比较有时间一点大家一起来学习透过人间事来显天下理把问题变成菩提，把困难变成大力丸好，今天晚上的大哉问呢有9个提问第一题，请问捐血的功德是否大过其他的布施？捐血是绝对有功德但是不是大过其他的功德呢？或大多少这个呢不要去做比较跟分别了都在布施救人的，就要离相布施，才会得清净的福报。同理，离相修慧才会得清净智慧心清净，所学皆成智慧；心不净，则所学皆成知见。心清净就不会去做比较跟分别这个很重要。正信的佛教徒呢，他不会在发心布施的时候去做比较，所以救人或者帮助人也是要做到无相布施也就是佛法所讲的三轮体空。三轮体空才是最大的功德。三轮体空，没有布施者，没有布施的人，没有布施的东西，简单讲就是这样子的没有这种相，不执着这种相，做过了就忘了，前脚走后脚放这样才是真正的大功德也才会没有染着而清安自在助人为乐不是吗？帮助人干清安快乐但是如果你有比较心或有攀缘心，那这样就会得来烦恼啦。捐血就是把自己身上有价值的东西呢捐出去，因此捐血可以称为财布施，也可以算是财布施的那财布施者在累世中呢，可以得到财富的果报嘛这个有学佛都知道嘛如果不只是自己捐血，还鼓励别人，邀约别人一起来捐血那这样算是也有启发到别人嘛？不止我捐，我还邀别人捐嘛你也邀别人嘛所以也可以得到法布施的功德。我邀约你，影响你一起来做有意义的事情，我邀约你这个过程中就是法的布施所以这也是法布施，也有法布施的功德啦而法布施者可以在累世中得到智慧的果报此外呢，捐血可以让缺血者或想使用血的这个当事人跟他们的家人亲属或医院的医疗团队不会产生焦急、惊慌或畏惧，因此捐血也符合无畏施的功德对不对？你在捐血刚好拿不到血的时候，医生也会很紧张病人在那边需要血，没有血可以输大家会紧张会担心家人更是对，这个变成无畏，也是有无畏施的功德。而无畏施的功德呢，可以使布施者累世得到健康跟长寿的果报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就是这样子。佛法上呢，认为将你自身最需要的东西布施给别人，这个是真布施不是我有给你一点或者我不要的给你，而是我把我最珍贵的，我唯一的捐出去，这个就功德无量了，这真布施了那血液是一个人体内很重要的东西
把它布施出去啊，捐血一袋救人一命。那不止捐血啊，捐骨髓也是一样啊，骨髓捐赠救人一命，无损己身。另外呢，捐器官、捐大体、捐病床、捐钱盖医院，免费帮人家义诊啊，我们常常办义诊活动等等，这些都是很大的功德，也都是在帮人家拔除病苦啊，离苦得乐啊，让人免除担心忧虑。这些的布施也算是符合无畏施的功德哦，也是有无畏施的。表面上好像跟医疗有关嘛，但是让人家心不会生怖畏恐惧的心，这个也是属于无畏施的功德啊。那还有一个捐大体，那更是舍身大菩萨啊，是无用之用的大用嘛，这也是大功德。所以我们如果广义来解释，用广义的方式来解释啊，不只是捐血了，所有布施都一样了，只要能够做到三轮体空，这个是重点。其实所有的布施都是功德无量啊。好，第二题，我虽然认同也相信正言上人与慈济志工所做的一切，但是为何我的愿发不出来呢？我不清楚这个提问者是受证的慈济委员呢，还是一般的志工，还是偶尔来参加活动的会员，我不知道哦。这个属性呢，要先了解才能回答嘛，否则你不了解这些提问的人的这个属性的话，有的人会很不解的来问啊，我来行善做好事，或参加有意义的活动，让生活有寄托。这是很单纯的事情，只是想行善而已嘛。为什么我要发愿呢？要发什么愿？发愿要做什么？等等，会有这些疑惑啦。受证的慈济委员是认同正言上人，并发心要追随上人，在菩萨道上要福慧双修的修行人啊，这个就是在修菩萨道的法门呐。既然是行于菩萨道上就必须了解菩萨道修行的3个条件，就是信愿行顶这3足缺一不可其实念佛法门或净土法门，或者要禅净双修的法门都好，也都是要以这3个条件为3种资粮，为3资粮非常重要。因为慈济是菩萨道的法门，所以我只能以这个角度来解释。如果是行于菩萨道上的受证委员，他就必须信愿行3者兼备。如果只是单纯我来做志工做好事或随信随喜，偶尔来参加活动或是有什么灾难发生的时候捐钱让慈济去帮助那些人那这样就不算行于菩萨道上，只是这样就不算行于菩萨道上，只能说是布施行善，慷慨解囊，广结善缘而已啦。但是如果你要更上一层楼，你要学习更上一层楼，就要从参加活动的外形再加上闻法听法的内修，不是只有刚刚讲的参加活动做好事去捐钱这样子，不是这样子而已而是什么？还要来加上活动的外形，再加上闻法听法的内修为自己的心性提升到更高的领域跟层次那这个时候就要了解了，为什么要有信心、有愿力、有行动？为什么这3个这么重要呢？如果你要提升到这个层次的话，就已经要行于菩萨道上，你就要了解行于菩萨道上的条件是什么了。那为什么学佛或者菩萨道修行要具备信愿行3个条件呢？没有这3个条件，不能学佛，不能行菩萨道吗？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行菩萨道我一定要信愿行，我不要不可以吗？但我们要了解信愿行，它简单讲就是什么？真实的信仰，坚定的愿望，精进的行动信愿行那信愿呢？信愿是行的先导，信跟愿力是行动的先导，行动是信心跟愿力的展现
所以说没有信愿就不可能去行动了，而不去行动也无从体现信心跟愿力的。你说你有信心跟愿力，你做给我看啊，你都没有做出来，怎么敢讲你有信心愿力呢？对，一样的道理嘛。那举个例子，大家会更清楚。我们要到某个地方去，路是问得很清楚了，但却没有付诸任何行动，也不搭任何交通工具，也不想去走路步行，只是在原地踏步，空思妄想，一直在问路。这样有没有可能达到目标啊？不可能，当然是不可能嘛。对，念佛法门也是一样，即使念佛念到一心不乱，但缺了信心跟愿力，缺了信愿，还是不能往生净土啦。不是你念到一心不乱就可以往生净土的啦，没那么简单。明末清初的偶益大师讲一句话非常好，他说：“得生与否，得生是讲往生的意思啦。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持名就是那个念佛号的意思啦。所以不只是有愿要发出来而已啊，只发愿还不够啊，还要信愿行三者兼备啊。不敢发愿是对自己所修的法门呢，没有信心。要先建立信心才有办法，有信心才会有愿力的，有信心跟愿力都有了，才有力量去行动嘛。道理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为什么要发愿啊？在这里嘛。如果你只要单纯做好事不发愿也无所谓了。但是你要去做好事，去帮助人，有这个愿大力才会大。不是讲说发大愿吗？对，破业力啊，上次有讲过嘛，对。好，第三题，我想成为一位佛教徒，但是我对经文及一些诗句的记忆力很差。像我这样如何成为一位佛教徒呢？这个记忆力好不好的问题要看情形了哈。有些人是该记的记不起该忘的忘不了了有些人是好事记不起坏事忘不了这个记忆力好坏也要看你记什么事情，你忘记什么事情啊？对，好，要做佛教徒就要做正信的佛教徒，学习佛陀的身教跟言教，叫做学佛，不是求佛，也不是只有拜佛念佛而已，要用行动。也就是学习佛陀的慈悲跟智慧那佛陀的言教跟身教也不是我们念佛也不是要我们念佛诵经而已而是要走入人群去积极行动，去实际体验刚刚已经有讲过嘛，叫做依经入道。我们常常讲这句话，依经入道嘛，依自己所读的经或自己所念的经去落实在人群中这样经文落实在行动之后呢，会让我们有所体会。原来我念的那句经我学的这句经诗语是用在这个地方，用在这个生活中这个事情上面。用过之后，你这样就会记忆很深刻了对，这个是你做过来的嘛。相反的，如果只是把经文拿来唱诵或用嘴巴去念这样念过、唱过、听过的经文就比较容易忘掉了。因为你只是用嘴巴念你没有去做，做完之后的印象就很深刻了。所以最好的记忆力不是头脑，是笔记簿你再怎么过目不忘，也是要做笔记因为现在过目不忘不代表将来将来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越记不起来了记忆力减退了，不是吗？回首当年变成一片空白那就白做了那以记忆来讲呢，笔记比头脑可靠多了。笔记做好了，再把它输入这个电脑里面储存起来，还把它储到云端里面，永远不会消失掉那即使忘记了，还可以马上把它找回来，从云端找回来我自己的这个电脑里面就有我30年来的所做的笔记，大概400多万字，跑不掉了。我这个电脑里面有400多万的字笔记在里面那怎么可能全部都记起来呢？不过放在电脑里面至少不会消失只要能够记得关键字打进去，几秒之内呢30年内所有的相关笔记全部跑出来
所以我很感恩有这个电脑，要不然要直播也不可能的啦。因为要直播的内容太多了，必须把以前的东西找出来，才知道说哇，还有这么多东西，自己都忘光了啊。所以要温故知新。听经或闻法有一个要领，不必一字不漏的去记。你不是在那边随侍人员都上人讲什么，你全部要记下来，不是嘛？对，所以你不必一字不漏去记，但是随侍的人就要了哦。那记重点就好，或自己比较有体会的，把它记下来就好，才不会记一大堆，然后一直记没有办法注意听，变成满天是金条，要抓没半条。你忙的时候，你忙着记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专注听上人讲什么。对，比较有效的是什么？满天是金条，重点1、2条。我是这样子做笔记的啦。我听上人开示，对记的马上笔记簿记下来，不是小本放口袋里面，小本的赶快记下来，记完再听啊，不是一直讲一直记，不是这样子的。记1、2句自己有体会的就好。一理通万理彻，你不要担心啊，没有记那么多，记那么多你又记不起来，那记这个跟我对记的，一理通万理彻，所以学习要有要领，要有方法啊。总而言之啦，经文也好啦，圣贤语录也好啦，近思语也好啦，死记过后就要活用，用得出来，自然就会记忆深刻；用不出来，时间久了就忘了啊，就是这样子。好，第4题，我18岁的儿子很不听我的话，而且很懒惰学习，我要怎么教才好呢？为人父母都是希望孩子能做到最好，没错啦，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为人父母的期望啊。但是我们有时候期望太高，失望也会很高啦。也要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要看看你孩子的资质能够做到什么程度，而不是一味的苛求。所以要用智慧来教育，否则会适得其反佛法告诉我们父母只能够生孩子的身，不能够生孩子的心。孩子是透过父母的精血之作而投胎来做我们的子女，所以各有其前世的因缘因此有些孩子是来报恩的嘛，有些是来讨债的嘛，大家都很清楚嘛。有些是一下来报恩，一下来讨债。有这样错综复杂的因果循环在里面形成了大家所讲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孩子不听父母的话，代表父母对孩子的说话呢没有说服力不听就算了，有的还顶嘴至于父母要如何对孩子说话有说服力呢？能让孩子听话呢？言教容易，身教难老师也是一样跟学生讲一些好话很容易但是要叫学生做一个品行端正的人就不容易那父母教孩子跟老师教学生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刚刚讲的做经师易，做人师难以前有讲过经师就是老师照书念，学生照书读就是这样子考试考得很好，这样就好了做人师难什么？人师难就人师就是自己的身教要够，自己要先做到，才能教孩子教学生，那个叫人师。正人要先正己，你要正孩子正学生，要先正你自己，这个叫人师。这个比较难，因为先要从自己做起嘛，不是要求别人而已做经师就是靠言教嘛，做人师就是靠身教嘛。身教是重要过言教嘛。身教就是父母自己做到了才来教孩子那言教是什么？是口号呱呱叫，行动不对号父母自己做不到，如何要求孩子你跟青少年孩子讲说不能抽烟，你自己在抽烟，你怎么教孩子？对跟孩子跟孩子讲不要乱发脾气，你自己常常发脾气，对不对？这个嘴巴讲的跟行动是两回事孩子当然是听不进嘛。对。不过有一点很重要如果父母跟孩子的缘结得很不好，这无论是你有好的言教或好的身教，孩子都不会受教。这个不是
你用智慧教，还是你有没有身教的问题？是语言结得很不好，那他来讨债的啊，所以语言结好缘也是很重要，这个因素是错综复杂的。那父母跟孩子的语言结得好，这言教就变成真理了啊！爸爸说，妈妈说，出去外面都是爸爸说，妈妈说，或者老师说，老师说啊，都是这样子啊。心中有爸爸妈妈的分量，心中有老师的分量，相信老师，相信父母，那就会变这样子了。这好缘啊，讲话就变真理嘛。那相反的，彼此的语言结得不好啊，这你讲的再有什么道理，即使你讲的再有道理呢，孩子都不会跟你知道。你讲你的，他做他的。另外呢，父母教育孩子也是要有智慧啊，能教得来是最好。如果孩子的资质不是很好，他天生就是资质没那么好，做父母的却一味的苛求啊，这样反而会让孩子有压力，因为你揠苗助长，这个孩子会有压力啊。这个时候，那孩子做不到，父母要求这么高，那怎么办？所以为人父母也要懂得转念，以退为进，用鼓励代替责骂。你责骂他，他也做不到，因为他资质就是如此啊。对，人是往鼓励的方向在努力嘛，所以否则会把整个家庭弄得愁云惨雾啊，每天气氛都很不好啊。不要这样，要以退为进啊，降低孩子的标准，来提高自己的水准啊。怎么提高啊？怎么提高自己的水准呢？告诉自己，孩子不爱读书，乖就好。那不爱读书也不乖呢，那健康就好。这个转念的法门叫做常想一二，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那我们就去想那如意的一二就好了嘛。孩子不能改，做父母的自己先改，这样才是善待自己的。否则孩子每天看父母的脸，都是在责骂的那种生气的脸，孩子心情也不好，整个家庭气氛也不好。对，那现在他会心念一转，海阔天空啊，就是要这样子做哈。好，第5题，我在婆婆面前都会感到很大的压力，因为不管我做什么事，都很难达到我婆婆的期待啊。而且婆婆也常常跟我先生要钱，我很不喜欢这样。虽然我已经开始学佛，也了解跟人结恶缘是不对的，但这样的心结一直解不开，那我要怎么样处理才对呢？我看见这个也是很多人的问题啦，婆媳问题。妈妈向儿子要钱是很正常的事情啊，你怎么可以不高兴呢？对不对？不过，如果妈妈在不愁吃穿的情况下，经常向儿子要钱，尤其要很多钱，这个就要注意了。做子女的就要关心了，妈妈到底是把钱花在哪里呀？怎么你不愁吃不愁穿，你还每天想着要这么多钱？你要做什么？这样的也是一种关心，也是子女的责任呐。那早期传统家庭中的婆媳问题就是这样，明明婆媳两人是无怨无仇啊，但是婆婆就是要怎么样？要磨练媳妇，苛求媳妇，因为她自己在早年的时候也被这样待遇过，也被苛求过，受尽折磨才能得到婆婆跟婆家的认可啊。现在轮到我当婆婆了，我就萧规曹随啊，如法炮制啊。假如我们是这样想就会对别人要求很高，就会严以待人，婆媳问题就这样产生。提问中说很难达到婆婆的期待那我们不知道婆婆要求过高呢，而变成苛求呢，还是做媳妇的在你的本分事上表现得不甚理想，还不是很用心，所以很难达到婆婆的期待，不晓得。那这个我们就要往内自己升观做检讨，做反省，是真的是婆婆要求太高了，还是我们没有做好？静下心来，很客观的自我反省、自我调整。如果是婆婆要求过高，而且什么事都不放手，这婆婆的个性呢，什么都要插手，因为婆婆对自己没信心，所以呢，对媳妇也不放心。媳妇做了她都不放心媳妇一边做，她一边在那边旁边监视，要照她的方法，她才会开心这个就是婆婆的问题啦。如果婆婆是这样子的那我们一时还达不到她的要求，我们就只能委婉的跟婆婆说，我正在努力，
请婆婆给我时间改善啊，不要马上臭脸给婆婆看了啊！我尽量努力，我在改善哦，希望越来越好，那如果婆婆是明理的人呢，她会善解，这个媳妇还蛮用心的，我讲她没有生气她还跟我讲说她要改进啊，笑笑的讲，这个媳妇很用心。如果婆婆是能干型的，又很固执的，这个很多嘛，我们看到这种婆婆是很能干的嘛，台湾话叫金呛咖，很厉害的。所以什么事都要插手，就这种婆婆嘛，对，能干型又很固执的，我们就尽力之后随缘呐，问心无愧就好。因为我们不可能活成婆婆那个样子嘛，对不对？我就是我不可能活成你的样子嘛。那我们尽心尽力，问心无愧就好。因为日久会见人心呐，但即使是如此我们做媳妇的还是不能赌气或生闷气好了，表面上为了家庭的和谐忍你了，嘴巴在讲忍，或心里在讲忍，你这个人就是没有忍，而且这种忍很危险，一爆发出来的事情更大条了所以你如果有生闷气或赌气，这个也不可以，这样是跟自己过不去。而婆婆也会反过来跟你讲说，这是你的习气，你很倒霉，你是受害者，又被人家讲你有习气这样问题就会更恶化了所以既然这个媳妇刚才讲嘛，已经开始学佛了嘛，我们就要以平常心面对不平常之事这样才会事事平常。如果婆婆跟媳妇都能做到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这样婆婆就会觉得多了一个好女儿，媳妇就会觉得多了一位好母亲、好妈妈。因为责人之心责己，就能少过失的；以恕己之心来恕人，就能保情谊的这个不是有婆媳问题可以用，所有人际关系都可以用这句话这样就不会有婆媳问题，就不会有人际关系的问题的啦。每个人都以责人之心，很会责备别人，把这个方式来责备自己，很多人都很容易原谅自己我们把原谅自己的心来原谅别人，这样就可以跟对方保持很好的友谊跟情谊好，第6题，请教你有什么秘诀能招募年轻人跟男众师兄来投入当志工呢？很奇怪只想度年轻人跟男众，女众不用度吗？那这样就是没有平等心而妄心分别了。佛是度有缘人的，没有说佛要度男人度女人，没有度贫穷人度有钱人，没有，佛是度有缘人，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有缘跟佛有缘，我就要度化这样才是慈悲等观，才是平等心。佛陀的2位大弟子须菩提跟那个大迦叶，以前我们有提过这个故事，有分享过。他们2人去外面那个化缘起食的那个作风是尖锐的对比去外面沿门托钵化缘须菩提呢，他起富不起贫无论路途多遥远呢，他都到富有的人家里面去起食行化了他认为有钱人你跟他起食一餐对富者来讲他无所谓的，他很容易的。因此呢，须菩提对于房屋简陋啦、经济穷困的人家，他绝不去托钵，他那个挨饿肚子，他不去行乞，所以他只跟有钱人、慕有钱人而已的。那大迦叶呢，起贫不起富他认为向穷者起食是给他们种福田的机会。你为什么这么贫穷？就是你过去都没有布施嘛，所以他要把这个机会留给贫穷的人来免除他们将来的穷困。那富者大家也认为这个富者的福报已经够大了不需要再去锦上添花了，让你福中又造富，那更富他们不要锦上添花。所以须菩提跟大迦叶2个人的起食的态度，让佛陀知道之后呢，佛陀呢很不以为然认为他们2个都不平等，这个不合佛法里面的起食法佛陀认为真正的起食法是什么？不择贫富，不分垢净，严肃威仪次第行起，按部就班，不管碰到谁都跟他度，
不要去分是谁。这句话把它用在接引志工跟会员也是通，道理一样。至于问到接引会员或志工有什么秘诀吗？没有秘诀，没有诀窍，也没有速成班，也没有捷径，但是有理念，有方法。什么理念？这个要开一堂2小时的课来讲啊，今天没有时间哦。如何去接引会员或志工？哇，这个要讲一堂课了哦。好，第7题啊，请教你啊，买股票也算是投机取巧吗？买股票也是投机取巧吗？买卖股票啊，虽然不是赌博了但却跟投资做生意一样，也是有风险，不一定是包赚的。会不会让自己的经济变好也很难说。有些人说我来投资股票，让自己的经济好转一点会不会好转也很难说了赚钱也是一样不是你要赚就有你如果福报不够的话，做到死就是赚不到，一样的道理大家都知道，有一些股民为了股票大跌呢，血本无归甚至负债累累，影响家庭，也是有这样的事情很多追根究底，买卖股票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怎么样？要快速赚钱嘛，对，便宜赶快买进来，贵了赶快卖出去嘛，短期交易的嘛，就希望自己快速赚钱这也是有贪念的意图存在。买卖双方都是想有所得，所以也会引来求不得之苦恼但这并不意味说不能买卖股票而是要看买卖股票的心态跟动机如果以期待在短期内获利的那种心态去买进卖出这个就是投机的心理如果是以长期投资的心态买进股票当作保值这是属于投资的行为这虽然还是有盈亏的风险不保证赚的嘛，但这样的投资行为是可以被接受的。我自己从出社会到事业结束，我没有买过半张股票。学佛做慈济之后呢，连投资世间财也没有兴趣了。我知道那个带不走够用就好，知足最大乐，知足最大富。老实讲，也没有时间呢去投资，去做投资的事情了。要投资可以的，投资功德财了，这个可以。现在每天在做投资功德财的事情所以投资都不要了，何况是投机这个是指我自己但是很多人喜欢到处投资这个没有不对，但是投机就不好了。有一次正言上人说他说现在的人很奇怪，把一大堆现金放在银行，然后自己就拿回一张纸而已，就在家里存起来。对，上人很疑惑说，为什么这些人都是这样子，把钱放在银行，自己拿一张纸回来？所以才说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就是这个道理。好，第8题，现在企业都在讲永续经营慈济也是一样吗？当然要永续经营对，因为人心净化是一条无止境的道路不只是今生今世而是生生世世孔子时代跟佛陀时代一直到现在，做人处事的道理跟修心养性的追求一样，是代代相传的，没有中断的，学习不完的。证明只要有人就有事，所以不怕事多，只怕多事更何况呢，现在是末法时期不但灾难偏多，而且知见不正的那个讯息跟哗众取宠的那些负面讯息如恒河沙一样所以呢，导正人心、转迷成悟的工作，其实就像好像说浊流中的一道清流有人就问正言上人说，一道清流要力拼滚滚浊流，拼得过吗？上人回答说，有清流就有希望，没有清流就没有希望。然后再问大家，虽然清流一点点，浊流是滚滚洪流，难道我们不想拼拼看吗？这是一段师徒的对话了其实就好像什么，好像将一滴清水滴入墨汁中一瓶的墨汁一堆清水把它滴进去墨汁不会被影响对不对？墨水在这里，一滴清水把它滴进去，墨水还是墨水，不影响。但是将一滴墨汁把它滴入这个
这个一杯的清水里面啊，清水是不是立即变色啊？对呀、啊，清清的水，你把一个墨汁滴进去，马上就颜色就变了。好，不过如果清水不是一杯，是一条河流，则不要说一滴墨汁啦，整罐墨汁把它倒进去，河流也不会被影响，因为河流的水太多了，不被你影响。同理，善恶拔河，哪一边会赢啊？正确答案是什么？人多的一边才会赢啊！善恶拔河不一定善会赢哦，是人多的一边才会赢啊。那这个道理是启示我们什么？好人越多，坏人的比例就会降低啊。那个人来讲呢，善业越多，恶业的比例就会降低。对，要好人多，这净化人心的工作就不能停止，要永续做下去。不但自己改善自己，还要去影响别人啊！改善自己是自救，影响别人是救人嘛。经书也是这样讲嘛。那企业的永续经营就叫持续成长、持续获利，企业才能生存下去嘛。那志业的永续经营不是为民，不是为利的啊！志业的永续，志业能够永续呢，才能够让更多的苦难众生得救，让更多的迷茫众生迷途知返同样的道理，志业就是修行团体啊，志业要永续经营我们自己的慧命也要永续经营该把握的因缘有没有把握住，没有错过？该参加的活动有没有不缺席？该参加的读书会有没有没参与的？该闻法的时候是不是有用心闻法？该用法的时候有没有用心灵活善巧去用法？等等，都是在投资自己的慧命让自己的慧命永续经营第一代的志工参加慈济都20-30年了，现在都逐渐老了那第二代的年轻世代陆续接棒了，现在慈济里面也开始中生代跟第二代年轻世代接棒了这样子的世代传承呢，就是永续经营、永续发展这是永无止境的希望工程，心灵的希望工程好，第9题，请问寄语师兄有人问我了你是如何做到大舍放下事业捐出马来西亚马六甲的净思堂？当时一点犹豫的心都没有吗？有人问我不敢讲这个是大舍了因为比起大舍的，我们算是微不足道。有钱要捐没什么了不起，没钱还要布施，那个才厉害这其实应该讲是大因缘上人说事大业大，如果不及早觉醒，就会被这个业大缠身而捆绑一起，纠缠不已看拖没完一直牵拖了。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了。可是要结束事业，谈何容易尤其你还要养家活口，靠一份事业呢跟工作来支撑生活的开销。如果不工作就没收入啦，做越大就越身不由己结果就是被时间跟金钱绑架，变成金钱的奴隶而不是主人。1996年外销景气很好的时候呢，我那时候贪念一起超接订单订单全部卡在一起做不出来，束手无策，坐以待毙。每天进工厂就好像进地狱一样，这个苦不堪言这就是大因缘碰到这件事情就是大因缘，就是人生最大的学习是被这种逆境狠狠的一击敲醒梦中人这句话很有道理所以我把工厂的这个业大的大烦恼舍掉，是欢喜的事情，跟捐大体一样有的人说你们慈济在呼吁捐大体，那个捐大体大人往生的时候，那个8小时之内怎么样？好像乌龟脱壳要去转世投胎那时候最痛苦的时候可是道理是这样讲，可是生前有发大愿，要做舍身菩萨，我将来往生我要大体捐赠，这是我的愿那往生之际就是什么？就是愿成的时候。你如果有发愿成的时候是欢喜的事情嘛，怎么会痛苦呢？对你是痛苦，对我是极乐不一样所以我把这个烦恼丢给上人，那上人再把烦恼化为菩提。那我是烦恼丢掉以后，我换来一生的清安自在双赢所以放下布袋何等自在放下包袱何等幸福不但没有一点犹豫
还如释重担呐，欢喜得很，而且还要感恩哦。不是你想捐，上人就会接受哦。有些人捐房子、捐地，上人没有接受啊？为什么？因为那个地点是在很远的山边呢，那人烟稀少的山边啊，到那边谁要到那边去啊？怎么用啊？而且呢，我的工厂还是保税工厂的厂房，要过户给台湾的慈济基金会，又是佛教团体，在马来西亚几乎是在回教的马来西亚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呢。还好命中有贵人呐，发愿后碰到贵人啊，这个很多条件的促成。透过马来西亚一位股票上市的台商，他认识现在的州长叫做阿里罗斯旦，他是当年马六甲州的首席部长，首席部长是州最高行政首长，大权在握了。他是我最大的贵人，我去拜访他，我跟我那个台上朋友去拜访他，在他的官邸里面呢，大笔一挥，专案特准，几个字，我的工厂就很顺利的过户给远在台湾的慈济基金会。这个即使你过户给马来西亚注册的这个非工业的这个用的团体的话，都不行的，何况给台湾呢？所以这个首席部长他是功德无量啊，所以啊，他才有福报更上一层楼啊。他现在是马六甲州的州长，每天在那边享受生活。州长是有权州长是什么？没有权利的，首席部长才是有权利的但是他做州长也是很享福啊，这是现世报啊。这间金丝堂现在成就了多少人的慧命，帮助多少穷困及需要帮助的马来人、印度人跟华人呢？那整个这个捐赠过程看起来是 impossible， 我刚刚讲 impossible， 结果是 I am possible， 这个就是 incredible， 什么意思啊？不可思议的意思啦。证明呢有愿就有力，过程如果一丝犹豫而愿力不坚，想捐又不想捐，又觉得好像可惜又想捐，这样来这样子在那边蹉跎一下子好姻缘可能就没有了。所以很感恩在自己生命的重要关键时刻做了正确的抉择，也很感恩呢有这个机缘呢种这个福田当然要更感恩我们证严上人的明师教诲呢让我们脚踏别人的地，头顶别人的天，最后回馈社会，取之当地，用之当地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嘛所以人人感恩，事事感恩。好，我们今天的读书会问与答就讲到这里结束，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再见。